嗨，各位狂一秀的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郑柏志。各位观众，今天你看这集非常有福气，我们大老远三顾茅庐啊，来到中部最有名的同医院，请到医院里面最重磅的医师。今天我们讲的题目是什么？我们讲的题目跟心脏有关。那么这位医生还不是一般的心脏科医师，他是一位全世界最有名的开心大师，心脏外科手术的大师，他就是同医院的副院长郑柏志郑教授。我们现在一起鼓掌来欢迎郑教授。坐在郑副院长旁边的是心脏外科手术房召集的小组组长戴组长，我们也要欢迎戴组长到我们的节目来。那为什么今天请到这么两位重磅级的医师跟组长？因为我们今天要谈的题目是非常严肃、非常严重。如果你不幸有这个毛病，你非得找他们不可。那我今天呢，这个郑柏志郑院长其实不瞒各位讲，他跟我认识快40年，我跟他是大学非常要好的同学，我对他的个性一目了然，对他非常的了解。他是一个非常有耐心、非常有爱心，而且能够倾听病人、将心比心的一位非常好的医生。那我今天请教郑柏志郑院长，我们心脏外科讲到心脏外科，它这些源远流长，听说心脏外科的起始是在我们中国。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有关心脏手术呢，其实是一个博大精深大家都认为心脏手术是在最近70、80年从欧洲开始，从美国开始，但实际上我可以列举出来一个实际的证据，证明其实心脏外科的手术是从中国开始的。这样，其实这个故事呢是从春秋战国。各位当时一定也知道，我们中国最有名的两位中医师，一个是华佗，一个是扁鹊。扁鹊在这个列子的《汤问篇》，那在这个列子这个扁鹊医师呢，就为这个鲁公户跟赵齐英这两位先生来治病。这个鲁公户比较特别，有勇无谋。有勇无谋就是有点叫做外强中干。那赵齐英呢，就是有谋无勇，外干中强。外干中强对，就只会策划，但是没有能力去执行。这两个人呢，就恰恰好相反，而且就因为有勇无谋跟有谋无勇，产生了一些疾病。这个扁鹊呢，就很有意思了。他说：“你们两个人来找我，我这个都没有药医，我也没办法给你很严重了很严重。但是我发现你们两个有个特性，就是要是把你们两个的心脏换过来的话，这换过来主意一个有勇无谋，再配一个这个有勇无谋的心脏，对，这个就都是有勇有谋对，就两个人一听，立刻答应。立刻答应之后呢，那这个他该不会那时候就开始换心吧？你说对了，真的是换心，就是换心而且这个换心的这个过程呢，还只要7天就出院了。哇，那比现在的医学技术还快就听到我们那个戴主任都要惊讶一下，我们有7天就可以出院吗？现在可能很难，不过现在有微创手术，其实是真的缩短时间很多。所以微创手术是我们郑副院长的特别的专长。我们待会会来详细讲这个微创手术，把两个换了之后，结果它变成什么情况呢？这个这有意思了。那扁鹊帮他们帮他两个心脏对调之后呢，居然连两个人的精神意志呢也跟着交换了。这个赵齐英这个鲁公户呢就跑到赵齐英的家里去，见到了赵齐英的太太。就说太太我回来了。结果赵太太呢就说这个不是我的先生你怎么跑到我家里来干什么？另外一个呢，赵太太，那另外一个是鲁太太，碰到了赵先生虽然说身体是他的鲁先生的，但是没想到他的讲法
就是讲话的口气都是鲁先生啊，但是身体却不是。那这样的晚上上床就很困难了，所以这两家呢就产生了这个医疗纠纷。这个算是刑事诉讼，怎么把这个精神都心智都换了，不同人都变成同一个人。结果这个当时没有法医了，就是这个当时的县长就把这个扁鹊叫来，然后你怎么搞的？你这个给你到你家做个手术之后，结果连不但是心换了，连脑袋也换了。结果扁鹊就很高兴，就这种很兴奋啦，就把这件事情解释出来。解释出来之后呢，那这个县长就说：“哎，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啊！你们两个人的先生原本就是有着这个心脏移植的手术呢，就可以获得重生，或者延年益寿、重生。”所以两家的太太就很高兴的带着新的老公回家了。所以这个是个圆满的结局了，没错。所以听起来像是科幻故事啊。我以前听到郑副院长这么讲，我还有点怀疑。后来他拿了书给我看，有根有据，这是史书上所记载的，所以真的是有这么回事。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老祖宗啊，把这个开心手术已经在。各位记得春秋战国时代，那是个多么动乱的时代，竟然有这么一个神医完成这样的那么难的手术啊！各位把这个中国的文化觉得这种博大精深已经花费到极致了。那么我们现在就来聊聊现代的一个开心的一个医学。那我们这样延续了扁鹊这个心脏移植就我们内科医师所知道的，为什么心脏要移植？因为心脏衰竭嘛，他已经衰竭到没有办法，会喘人坐着都会喘那种。我们常常在病房看到这种病人。那么为什么会喘？因为很大的原因可能郑会长大概会解释就我所知道，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心肌梗塞后，因为医学的发达，它的存活率增加那么我们心肌梗塞的冠状动脉缺血之后，会导致心脏最比较中央的地方是坏死，旁边的地方就是一个缺血。梗塞之后造成的缺血，因为组织细胞的缺血会释放出生长因子，所以这些缺血在慢慢恢复之后，这些生长因子会促进缺血地方生长。但是比较靠中间的坏死的地方，它没有办法生长，细胞坏死。所以本来心脏的结构它是一个很顺的，已经做好的，但是它因为一边外面长越大，中间不长，就变成它会变形所以我们医学的名字叫 remodeling， 就是一个再塑造的一种机制。所以这种再塑造心脏就会变形，变到最后它的一种收缩跟舒张就会不协调，造成它的低血压高血压不协调。那么心脏就会因为不协调，导出去的血不够，那我们心脏的周边的血得不到一些氧气，所以它心脏会很用力再继续努力，造成心肌的肥大。最后已经是没有办法，肥大到最后它已经工作过量，就产生心脏的扩大，最后变成心脏衰竭。所以我们讲到心脏衰竭要换心这个就要请教博智大师换心在我们来讲是好像是离一般人非常远的一个过程。那戴主任，我先请教个问题，换心你在开刀房见过这种手术吗？换心手术在心脏外科领域里面，其实现在也越来越常见。所以这个医师还是需要病房主任的助手。那我们现在回到郑副院长，跟我们讲讲有关换心这些基本概念。 OK， 讲到这个心脏移植，当然全世界的领头是从美国的香味的大使，是一个美国人。那各位都知道，这个全世界第一例的心脏移植手术是在南非的，由巴纳德医师去执行的。就我们书上教科书念过医学都念过巴纳德，对。但是各位不知道，其实巴纳德跟巴纳德他在南非做心脏移植之前呢，他是跟香味，他是一起在从事心脏移植的实验。也是南非人？不，他是南非，但是美国人。这个香味是美国人，像美国人。然后，但是呢，美国对心脏移植一直都是控制的严格，然后必须那这个巴纳德看在美国呢，执行这个手术很困难，但是当时的南非呢，在器官移植
就比较没有那么限制那么多，比较宽松，法律宽松。就在那个时候呢，就先在这个南非就执行了第一例的心脏移植。那移植完之后，虽然说这个患者他隔了没多久啊，因为心脏排斥的关系啊走掉了，但是呢，那时候没有抗排斥药嘛？那时候其实当时抗排斥药很简单，就是类固醇，就类固醇。哇，那是太效果太差了。对，那类固醇用上去之后呢，很容易呢就把身体的免疫系统全部都把它破坏掉，破坏之后呢，身体就没有办法去抵抗细菌啦、病毒啦、霉菌啦这些东西，就很快的就产生不是菌血症就死掉了，或者说是排斥就死掉了。所以刚开始真的是非常的辛苦。至于谈到台湾的心脏移植其实也要感谢我的老师郑国旗教授。那当然，台湾的第一例心脏移植是民国77年，是朱祖勋院长是在台大完成的。隔了一天是由郑院长来完成这个心脏移植。那其实在台湾比较做的案例比较多的，那就是目前在振兴医院的魏院长魏正魏院长，他目前来讲10年的心脏移植存活率将近70%。那非常高啊。魏正魏院长也是我们最敬重的老师是在台湾等于也是一个心脏移植中心。那博智教授呢，郑博智教授也不遑多让。您在南部某个医学中心里面，听说也做了很多心脏移植。按赞、留言，各位狂医秀的朋友，假如你们有心脏方面的疾病，有心脏方面的问题，请留言，然后我会为各位解答。谢谢。同意，同意院呐，同意院。再来数字5、4、3、2、1。同医院站。